随着精灵宝可梦太阳月亮，让我们看到了新世代的到来，看到了 Game Freak 踏出舒适圈，看到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作品。玩家们无不沉浸在这个热带岛国之中，享受着这块土地的人们与宝可梦所带来的生命力。制作团队也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决定继续深入这不同以往的神秘世界。然而这次他们却犯了大错，选择稍微回归传统的舒适圈之中，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步入危险之中。嘿嘿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欢迎来到宝可梦时光机。宝可梦系列经历了2次改朝换代，来到了最新的第3位接班人大森之手上。他所创造出来的第1部正式作品，我也真的是非常喜欢。然而接下来他做出的决定，这可以说让系列的辉煌再度划上了重重的一刀。而这道裂口，也成为了部分玩家认为崩坏的开始。如果你和我一样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的话，欢迎按赞、订阅、热推、留言，让我知道。你们的支持会带给我继续前进的决心。如果各位有兴趣看上一部影片的话，都欢迎点右上角资讯卡或下方资讯栏连结。并且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这个系列的死忠粉丝，对于我刚刚所说的描述感到非常生气，完全无法接受的话，我会非常建议今天这部影片你先不要看。那如果你准备好了，就让我们坐稳时光机出发咯。由于第5和第6世代的经验，使得玩家们无法像以前一样精准预测 Game Freak 将推出的下一部作品究竟会是加强版还是续作或重置。这非但没有减弱玩家的热情，反而让玩家间讨论的情绪上升到令人讶异的层级。玩家内部也分裂为了3个阵营，认为会和第5世代一样推出续作的，认为会和第6世代一样推出重置的，反而认为会推出加强版的玩家占比意料之外的少。或许是因为经历了第5世代的操作，玩家的胃口已经被养大，再加上近年 DLC 渐渐成为主流，加强版也逐渐成为落伍和抢钱的代名词。所以最后一个阵营则是认为将会直接在任天堂全新主机推出新作。事实上，早在精灵宝可梦太阳月亮推出前的宣发时期，几乎在所有访谈中，记者也都会提到这台新主机 Nintendo Switch。然而当时不论走到哪里，他们都非常斩钉截铁的回答，必须等 Switch 的上市表现明朗才会考虑。那当然，结果大家一定都知道了。2017年3月3日 ，Nintendo Switch 正式推出，其彻底模糊家用主机和掌机界限的特性，还有能同时享有独乐乐与众乐乐功能的特色，都让这台主机一登场就成为话题中心。但可惜的是，它的高光甚至掩盖掉了宝可梦，导致即使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宣发期，也几乎没有媒体找上 Game Freak。而在前阵子，大森之在 Game Freak 的官方频道宣布，将在未来1个月内公开以前的开发故事。所以如果到时候真的有相当有趣的开发故事，我也会覆盖掉这部影片，再来和大家一起补充聊。至于下部作品的形式，似乎在太阳月亮宣发期间内就已经确定会回归传统，以加强版的形式推出。正品就是在 Nintendo Action Revestas Official 292期的专访中，当记者问到真田顺一会不会跟上潮流推出 DLC 时，真田顺一明确的表示完全没有这个打算，可见他们内部已经有过共识。而从后续发米通在2017年11月2日的访谈可知，在太阳月亮的开发过程中，这次大森之也决定采用传统做法，邀请另一位成员来担任加强版的领导人。这次获邀的人就是岩尾和昌。关于这位仁兄的资讯，我只能说也挺少的，甚至跟负责宝可梦白金的河内玩物石油的比，我能查到的资讯就是他接替大森之，从第5世代起担任地图设
设计，两人或许也是因此熟识，并且根据后续发米通在2017年11月2日的访谈可知，由于岩尾和昌在太阳月亮中负责许多核心要素，比如 Z 招式和救急异兽，所以才会希望由他来重新构建出加强版。岩尾和昌也因为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二话不说接受了委托。同时大森兹也意识到，随着网络的发展，资讯更新的速度变得极快，所以下达必须在1年内完成的指示。虽然以实际来说，大森兹的判断我觉得完全没错，因为任天堂下一代主机都推出了，如果不加速搞定的话，一定又会出现第5世代叫好不叫座的窘境。但这同时也为了后续的问题埋下伏笔。岩尾和昌进入新作品的开发后，想要继续深挖自己设计的救急之洞与 Z 招式，因此他决定要设计新的事件与角色，也会更动某些故事中的桥段，最终也定下了本作的核心。我没有在搞笑啊，他真的是这样说的。他在发米通访谈中表示，他想在这部作品中让玩家们更加接近一切的核心，包括救急异兽和 Z 招式的秘密，他都希望能够在这部作品中获得解答。所以他同时也定下了另一个核心神话。而在他们开发的同时，任天堂的世界也正在经历巨变。Switch 推出后席卷全球，成为少数能够火出圈外的游戏主机。同步推出的神作《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更是让玩家们见证到在这台游戏机上究竟能发挥出多么强大的性能。而宝可梦5月23日端出的作品是《跳跃吧鲤鱼王》，一个在手机平台的小品游戏。虽然看着挺傻眼的，但实际上玩过以后，老实说还挺有趣的。特别是看着鲤鱼王们充满喜感的模样努力着，真的会感觉特别疗愈。接着在6月E3展中，随着新作发布，部分认为会直接推出新作登上 Switch 的玩家，心情直接跌到谷底。不过在发布会的最后，老大石原恒河也向粉丝们正式预告，即将有本传的新作计划在1年后推出，这才让大家重新提振了气势。结尾时还公布了宝可梦经营的移植，让玩家能够体验原汁原味的第2世代。然后7月15日，同时标志着20周年纪念与第20部剧场版的《就决定是你了》正式开演，带领新旧观众重回冒险的开头，重新诠释了小智与皮卡丘的冒险。从这1年开始，宝可梦的剧场版也不再和动画绑定。有点可惜的是，我觉得阿罗拉的剧场版一定很好看，不过这也让动画版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让更多重大事件得以在一般集数中刻画，同时剧场版的创作也能更加自由不受拘束，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项调整。题外话，这部剧场版也是唯一一部我有专程到电影院去看的作品，所以可以说是我的童年也不为过啊。超可爱又超有魄力的幻之宝可梦马夏多也在这部剧场版中展现了精彩的表演。9月22日，宝可梦则是在 Switch 推出了首部作品《宝可拳 Pokken Tournament DX》。除了新增几位宝可梦加入，本质上可以说和原作没有任何区别。不过因为 Switch 自带2个手把的设计，也让玩家们能够随时随地来一场对战。而回到本作的开发，随着宣发期开始，官方也陆续放出包括全新角色和形象、全新 Z 招式，还有全新区域与救急异兽的预告。在发米通访谈中，大森兹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将游戏的场景数量包括支线任务进行比较，这次的可探索区域将会是太阳月亮的2倍。还提到了新加入的重要组织救急调查队会在游戏开始就登场并贯穿整个故事，再加上宣传标语中不断暗示的全新冒险与原作有非常多的不同，都让玩家们越来越期待这次的冒险。不过确定是加强版而非续作的消息还是令人有些难过，而且继续采用双版本的设计也令人困惑。但总之最后在玩家们的质疑与期待中，精灵宝可梦救急之日、救急之月正式降临。
到游戏开头，只能说和原作完全看不出任何区别，除了片头的莉莉爱逃跑动画中救急调查队替换掉以太基金会成员，唯一有的应该就是主角的形象变得更加贴近阿罗拉地区的特色。不过老实说，因为这次主角的形象变化实在太大，搞得我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意识到原来2部作品的主角是同一位。而在故事接下来的流程也大差不差，有时甚至必须张大眼睛才能注意到改动，但还是有非常多细微的区别。比如初始宝可梦变成主动登场保护主角，欺负小星云的猎雀也会主动攻击主角，让我感受到更多的生命力。在很多过场也新增了动画，某些角色的登场也变得更加吸睛。超过一半的霸主宝可梦遭到替换，第2位霸主原先是若丁鱼，本作就改为滴珠霸；第3位霸主原本是咽后蜥，这次就改为嘎啦嘎啦；第5位霸主原本是丘农泡虫，这次就改为托哥特马尔。除了比较合乎游戏剧情外，感觉或许是为了和动画有比较深的连结吧。毕竟在动画精灵宝可梦太阳 and 月亮，他们都和主角团有过重要互动。不过第2霸主，我个人还是觉得原先的若丁鱼更有气势就是了。另外还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妖精 Z 考验，队长茉莉虽然在原作中就有登场，但在本作中也终于获得了自己的表现机会。不过另一位在原作中戏份更少，却成为4天王的卡西利，在精灵宝可梦救急之日之月中，戏份还是少得可怜。而在游戏中还新增了贴在各个角落，可以用来兑换和霸主体型相当宝可梦的霸主贴纸。不过除了数值有保障和特性会是隐藏特性外，其余都和一般宝可梦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还因为是特殊个体，无法传送进入 Pokemon Bank， 所以实际效用只能说聊胜于无。最可惜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官方忘了，所以若丁鱼也成为唯一无法兑换的宝可梦。而都说到霸主了，自然也得提到胜利后的奖励 Z 纯金。在救急之日之月中，新增了非常多专属的 Z 纯金，比如中眼狼人的狼啸石牙飓风暴、迷你 Q 的亲密无间大乱斗，还有藏尾鳞甲龙的智魂热舞猎鹰豹，让阿罗拉宝可梦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而在救急之日之月中，新加入的 Z 纯金外形也与原作有所不同。为了这项改动，玩家能获得的 Z 手环也升级成了 Z 强力手环。不过使用上除了新增必须转移下的动画，其余和原先完全一致。所以老实说，真的让我还挺困惑，这项改动的意义除了卖周边以外还有什么用？如果和动画一样有升级的过场剧情，那我可能会比较理解。总之应该从这就能听出来，本作做出的修改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细节，其他还有新增可遭遇的野生宝可梦、新增服饰发型，还有在某些地方会出现能够互动的宝可梦。4天王中哈拉的位置被马瑞因替代，这些实在很细微的改动我就不多聊了。比较值得一提的改动，我想或许就是新增地图和新互动场所吧。像是在皮卡丘山谷，如果获得电影活动的戴着帽子的皮卡丘，就能够获得智皮卡 Z， 使出动画中小智专属大招千万伏特。阿罗拉摄影俱乐部则是可以让玩家和宝可梦一同拍照，他甚至表示这是他注意到社群媒体的兴起所获得的灵感。骆驼姆获得了能够辅助通关的骆驼碰碰功能，让他不只是陪伴，也终于能为旅途提供实质帮助。还有新增的宝可骑行巨翅飞羽冲浪，成为在岛屿间穿梭的全新选择。在法米通访谈中，岩尾和昌表示，他是从系列元老游戏宝可梦皮卡丘中一个名为皮卡丘的夏日海滩的小游戏获取到灵感。上手难易度不高，又充满南洋岛国气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称赞的更新。那么最后聊到主线剧情的部分，对，这集就是这么短。在宣传时，官方表示极度神秘的全新组织救急调查队，在游戏初期结束第一个霸主考验后，就会和主角见上一面，然后就这样，在故事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作用顶多就是保持神秘，并提早向玩家揭露异次元的存在。而到了后面，我们才知道，原来救急调查队是为了让故乡重见光明，才会来到阿罗拉地区，并与以太基金会合作。没想到露莎米奈的偏执超越了他们的预期，他决定带上古兹玛，亲自去讨伐并收服狂暴的第3位传说奈克罗兹玛。为此才会打算利用小星云开启救急之洞。所以如果玩过原作的人，应该就会
注意到，露莎米奈的核心动力可以说是被彻底改写，从原先的偏执控制狂加收集控，变成了偏执控制狂加反英雄。虽然听起来没有差很多，但实际上可以说动摇了原作的核心，因为这就导致莉莉艾和格拉吉欧的成长动力必须同步修改。那总之没想到最终露莎米娜仍然不敌，反而害将他们救回的索尔加雷欧或露奈亚拉莫名其妙必须和疯狂的奈克洛兹玛一战。最后也不幸落败，所以主角必须骑上对应的另一位传说，进行救急空间跳跃骑行，最终抵达救急大都会，向重获光明的救急奈克洛兹玛发起挑战。有趣的是，根据之后在宝可梦中心超级东京店举办的粉丝见面会，岩尾和昌表示，在设计救急奈克洛兹玛时，就朝着最强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向，所以即使数值上仍然没有追上当时最强的超级超梦，但是不论是登场的威严和庄严的样貌，我认为都的确达成了最初的目标。拜托，看他最初的造型，谁能想到他最后会变成龙啦？但总之最后我们还是成功的战胜他，成功守护2个世界。而在那之后，主角一行人也不断继续探索关于救急之洞的秘密。本世代的传说大礼包也就透过这个方式赠予玩家。期间还发生了小插曲 RR 事件，由一群来自不同时空的历代反派首领梦幻联动组成的彩虹火箭队。有趣的是，和他们对话可以得知，他们在自己的时空中都成功战胜了主角，所以他们的队伍也都带上了对应的传说宝可梦。更有趣的细节是，第3世代的反派赤焰松和水梧桐都是采用原版的形象，而不是重制版的，也就还好他们没办法让2位太古原始回归，并且透过对话还能知道他们都各怀鬼胎。与其说是听从板木指挥，不如说是相互利用。在粉丝见面会时，岩尾和昌还提到，在原本的设计中只打算让这些反派以投影的方式登场，但后来发现这不足以呈现出他们的个性，最后才会把本人偷偷叫来现场。我自己是觉得这个设计相当天才，因为这不仅是唯一能见到如此梦幻联动的机会，也成功勾起了那时刚入坑的我对系列反派背景故事的好奇，同时也让在原作中登场有些不明所以的阿克罗马有了更多发挥的高光时刻。看到他把凡人的魁奇斯送走，我就超爽的。然而本作的主角奈克洛兹玛，所有的计划都失败的他，就只能被人遗忘，虚弱的倒在拉纳基拉山角落，等待着玩家来决定他的命运。OK， 那么最后在聊到我的感想之前，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这部影片。整理资料、制作影片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如果愿意使用，超级感谢，真的会带给我非常大的帮助。也非常感谢加入的各位会员们，让我能更无后顾之忧的继续创作。你们的支持会带给我继续前进的决心。也要再次感谢菜渣大大借我使用素材，让我能够更加迅速的制作这部影片。那说回，其实在制作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一直很纠结要从什么角度探讨它。一方面从没玩过原作的新手角度，壮阔史诗的冒险，感人的成长故事。前面我没提到的，还有能够进化成黄昏形态的特殊眼狗狗，超多有趣的小支线，比如校园7大不可思议，妈妈是冒妖女，岛屿之王和队长们还有古兹玛有更多表现机会。冠军战酷伊博士害我差点以为又要和他打一次。二周目总算让我们看到莉莉艾父母相见，还有全新的救急异兽和 Z 招式，更别提还是系列首次在加强版新增全新宝可梦，这些全部都让我惊喜万分。但是作为已经玩过原作的人来说，我也能充分感受到为什么不少玩家会感到愤怒。我在网络上收集了大家的负评，看得出来撇除掉无脑乱喷的人，通常会感到不满的点着重有几项。首先，我觉得一切的问题源头就是故事的更动。一方面，在宣传时期，官方一直释出将会是截然不同故事，还有非常多全新可探索区域的信号。然而实际上，游戏几乎有接近80%都和原作一致，那些新探索区域也都是救急之洞里的异次元，虽然精美，但基本上也都没有
探索的价值，再加上对主线故事做出的更新，只能说是切到大动脉又缝合的不够完美，导致莉莉娅一家的成长曲线和行为动机相比太阳月亮，我觉得反而大幅扣分。比如椰蛋树岛虽然篇幅短，但我认为在原作中和莉莉娅多语谈心的段落相当重要。最后结尾把离开的人换成格拉吉欧，我也真的是有傻眼到。动画所做的改动，我反而还比较喜欢，因为动画很好的把控了露莎米奈在收集控和妈妈之间的平衡，让她进入救急之洞的理由有充分的说服力。游戏2周目将救急之洞任务转交给救急调查队，虽然比较合理，但没有在为国际刑警安排新剧情，让他们的登场也显得相当多余。明明 RR 事件就很适合他们发挥，况且这部作品还是帅哥截止今日登场的最后一作，居然只获得这样的戏份，真的非常可惜。原作中有的问题也并没有获得改善，比如刚开始的新手教学，平均必须花上超过半小时才能跑完，这对老玩家绝对是一种折磨。我是真的觉得有些教学因为 UI 已经设计的相当明显，所以应该能够让玩家自行摸索。再来新要素救急空间跳跃骑行不好操作，也被很多人诟病。虽然看起来酷炫，但实际上引导相当不足，导致在里面很容易车祸或者是进到不想去的空间，在游玩上相当破坏节奏。像我在剧情要前往救急大都会时，就因为一直车祸花费了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再来新增的全新救急异兽本该是一件好事，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新宝可梦却无法传送进原作中，哪怕2017年早已进入网络发达的时代，只需要透过数据更新理论上就能达成，但 Game Freak 就是不愿意，导致如果玩家想要凑满图鉴，就势必得要购买全新的加强版，再把游戏从头到尾跑过一遍，这真的是相当匪夷所思的设计。而这一切问题最终汇聚而成的，我觉得也就是这次救急之日之月最大的问题，它真的有必要出2部加强版吗？要知道以往加强版都只有一个，第5世代宝可梦黑2白2虽然也推出2部，但是其内容的更新程度，我认为完全对得起玩家，并且在冒险时还有非常多能够透过2个版本通信更改世界或提升游戏性的设计。然而这些要素在救急之日之月中几乎看不到，除了传统和前作中就有的设计，还有救急调查队成员，其他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更别提 DLC 在当时早就已经替代加强版成为市场主流，所以官方这次的操作自然就会被玩家骂吃相难看了。但当然我知道一定也有很多玩家会对我所说的观点感到不认同，所以在制作这部影片时我真的是格外紧张，前后修改了文案好几次，超怕一不小心话说太重会被人打成宝可梦假粉。不过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还是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不指出来，这种纵容的方式不符合我的个性，所以才会在这里聊比较多关于这部作品的问题。那如果戳到你的莉莉，只要不骂脏话不人身攻击，在下方留言想怎么说我都随你们高兴。而看到官方的反应，他们有听取玩家的声音，所以在往后的世代加强版也正式走入历史。当然这些只是后话，不过最终销量921万，还是成功成为了系列销量最佳的加强版。另一方面，动画《太阳 and 月亮》反而凭借着极高的剧情水准，让我愿意每周都准时收看。除了上一部影片中提到的，之后还为了宣传救急之日之月播映救急冒险篇，小智与独佩比的冒险也同样令我感动。离别的彩绘真的是害我差点忍不住哭出来。联盟大会虽然被某些人认为是岛民大会，但认真看下来，我觉得至少打进4强的人，在其他地区一定也能打出不俗的成绩。更别提这次联盟战，小智的每位宝可梦都有各自的高光时刻，最终与酷酷伊博士和岛屿之神卡普明明那首尾呼应的顶尖对决，更是让我震撼的目不转睛。故事的收尾也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前几季，让我非常期待当小智再度踏回阿罗拉地区，究竟又会带来怎样精彩的冒险。那么最后有任何想聊的、想指正的、想分享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一起讨论。希望所有古今未来的优秀作品都能被世人看见并记住。我是小易，这里是宝可梦时光机，下次就让我们 Let's Go 再见喽 ，See ya。